这个周末大家看，怎么一瞬间这个美国又跟胡塞组织给杠上了呢？现在胡塞武装组织就说我们也要把美国的航母军舰都作为袭击的目标。这个战争不是怎么又才渐渐都要结束了，怎么又挑起了一场新的冲突呢？那川普下令空袭也门叛军那胡塞武装就讲说，我们接下来要锁定美国的杜鲁门号航母来进行反击为了要回应美国的侵略，已经展开了军事行动，那就是杜鲁门号还有随行的舰艇就是首要的目标，已经向美国的军舰发射了18枚的飞弹，还派出了无人机哇，针对这个说法，目前美国的官方还没有给予回应那俄国是呼吁要赶快停止那伊朗是用这个警告毁灭性的这种警告来跟这个也门跟美国讲，因为美国不断在轰也门而且是主要是轰首都军事重镇发电厂这些比较重要的一些地点都是它主要攻击的地方那空袭也至少造成了31死101人伤。俄罗斯希望美国赶快停止伊朗也是现在有一些这种相关的回应。所以看到最近不是中俄伊在那边的军演嘛，是不是早有预备，知道美国会有动作呢？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卢比奥跟这个美国的防长也讲说会持续的打击胡塞组织说不可能让他这样子来袭击全球的航运那这个赫格塞斯他还讲说我们会持续对他打击，直到这个也门胡塞他们承诺不再对国际的船只开火了。那伊朗是反批美国说你无权说三道四希望你美国停止杀戮也门的人民那目前看起来华府智库的这个中东计划研究员他就讲说，这个举动呢会重创伊朗在中东这片战略地区的存在还有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大国伊朗威胁逊尼派大国沙烏地阿拉伯的能力。那如果华府怀疑的黑兰今后仍持续按住青年运动的话，其实也会进一步加剧美伊之间的对抗所以看起来专家也是挺忧心的。另外呢，这个卢比奥也跟俄罗斯的外长通话，在俄乌的方面呢，新一轮的停火谈判可能是不是现在还是有一点卡卡的声明当中并没有提到是由沙国主办的下一轮美俄什么时候会开始。美国的特使呢，他讲到了，就是川普预计在本周跟普丁通电话，希望赶紧结束这场俄乌战争，因为毕竟已经持续了3年嘛。那川普当初还讲说24小时要结束了，现在拖得有点久那目前这个俄罗斯方面他提出了止战的条件，就是你乌克兰不得加入北约，你必须要维持中立的一个态势。如果北约有一些维和部队想要进驻的话，就意味着要跟俄罗斯开战了。他们已经把这个底线讲出来，只要有这些北约进来的话，形同宣战，所以他们也会直接的对于北约国家进行公开的这个打击，或者是相对应的回应。好，这个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我觉得美国去轰击胡塞武装有几个理由啦。第一个就是这个苏伊士运河被这样影响已经很久了，那当然会影响美国、英国的货轮进入地中海，造成极大损失嘛那第二个就是他真的有打美国的战机跟军舰，这个全中东最大胆的啦，竟然敢打美国的军舰。那这个美国无论如何吞不下去那我觉得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这个叫做敲山震虎在震背后那个伊朗我认为这搞不好如果没有发展的好，会变成一种借口，就美国跟以色列搞不好会联手去打伊朗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看你伊朗要不要转型那现在伊朗的革命卫队立刻做回应，也是很强硬然后俄罗斯也跳出来要求用外交解决嘛，是拉夫罗夫亲自跳出来，所以我是认为这个是一个去打击，然后有多方的目的那当然第一个就是要恢复那个货轮能够自由进出了，因为他认为中东战争已经快要结束了嘛那既然已经快结束了，你也门还在打什么因为也门当初是联动到哈马斯嘛在帮哈马斯出气那现在哈马斯都已经觉得已经快要结束了，
那你要变成我们下一个攻击的目标吗？我觉得有这个味道哦。事实上，也门胡塞武装也打过以色列啊，所以我认为这个是就是中东这个战局要结束，那最后一个比较有武装能量的，就是胡塞武装要做一定的处理。那如果伊朗你还是不愿意协助处理的话，那可能压力就会转向伊朗哦。顺势处理伊朗。对，因为你要知道现在的情况是伊朗经济不好嘛，那伊朗的总理其实想要做一点调整啊，因为叙利亚毕竟已经被亲以色列的力量抢走了，所以你那个什叶派的民兵组织还要搞吗？因为你当初打什叶派民兵是因为可以从伊拉克到黎巴嫩还有叙利亚，那现在叙利亚已经没了，那你这样搞有意义吗？还有第二个是因为你要跟那个逊尼派在中东做竞争嘛，那你现在都已经跟沙特阿拉伯和解了，你还有必要这样吗？所以我觉得这有一点是，坦白讲，也门本来是跟沙特阿拉伯在打的，对，那就是大家是不是都瞧一瞧啊？那也门这个地方也不要打了那沙特阿拉伯也就算了，那整个中东地区的和平的局面可能有出现的机会了，大概是这样。好，请教赖老师。也门胡塞组织对于红海它原来是针对性的针对美国、英国跟以色列的船只进行攻击。最早的时候是无差别的，然后但是只对于中国大陆的船只就是不攻击。后来很多的船只都依靠的都靠的中国大陆的船那有一次有误击的一个现象，但是经过协调之后它只针对英国还有就是美国、以色列。自从这个加沙地区停火之后它对于红海的攻击也就停止了，然后它的导弹只针对以色列的本土进行打击，但是对于红海的一些战斗都停止。可是从停火之后，以色列多次的违反这个停火的协议，还是对于加沙地区的北部、西北部进行轰炸。这个是法新社法国的官方媒体多次的报道，他们也多次的说以色列单方的违反协议。到了3月11号的时候，胡塞组织他就宣布了他就宣布由于以色列的多次的违反协议还有就是因为川普他本身宣布要对于加沙地区的没收，也就是在并吞加沙地区，把它变成一个度假村，然后要把他的这些加沙地区的200多万人要把他们赶出去，他一部分要赶到埃及，一部分要赶到约旦，然后一部分要赶到这个非洲的一些国家，那这个也引起他们的不满。那我们也看到，在这个之前3月5号，埃及紧急的召开了会议由巴林等这些国家，因为他是阿拉伯联盟的轮值主席，然后在开罗开了一个会，那么愿意拿出560亿美元重建加沙地区，也就是要挡住这个川普跟以色列的手进入加沙地区。等这些动作都在做的时候呢，结果我们看到以色列继续违反规定去轰炸这个加沙地区，那是在前几天，所以这个胡塞组织就宣布重新的对于红海地区的以色列的船只，可是那时候没有对美国只对以色列的船只进行攻击。川普看到以色列的船又被攻击了以后，立刻就宣布开始去轰炸这个胡塞组织。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同一天，也就是3月16号，以色列去轰炸这个加沙地区然后美国去轰炸胡塞，这代表什么？就是各自同步的去作战，整个战火又重新烧起来了。那我一看，这个川普的诺贝尔和平奖就飞走了大概别想了。这倒是。那他认为我这样的一个，而且还宣布因为他昨天的轰炸就是5个地方嘛，那么连续轰炸，然后他宣布要连续炸几天，如果你胡塞敢反击的话，那胡塞当然就立刻反击了，就对于这个杜鲁门号的航母进行攻击，2波没有成功。但是很明显的，胡塞也不是省油的灯嘛，也不是被美国吓大的。可是美国只要不出动地面部队
坦白说，他的这个轰炸一点用都没有。因为过去拜登就用同样的手段嘛。拜登过去用同样的手段，对于这个胡塞也炸了很长的一波啊，但是也没有因为这样子胡塞就瓦解，而且越炸越勇。那现在的情况就是，当胡塞又开始反击了以后呢，我估计啊，这个伊朗一定把他的先进的导弹，还有就是中东地区的富豪，一定把他的资金又开始就送到胡塞，然后胡塞可以从这个国际市场的黑市里面再买更多的武器弹药。我觉得这个红海美国的船舰以色列被攻击，那么也是马上又开始继续下去了。那就一切回到原来，所以川普没有比他高明，一切回到拜登的现状。好，来请教介老师。这个美国突然打这个也门啊，我的推断跟最前一阵子伊朗不太理美国的原因有关。因为伊朗啊，这个川普突然对伊朗发动严重的威胁警告，说我要跟你就有关你的那个核武啊。来进行谈判接触，你如果不接触的话，我可能会攻击你伊朗。结果呢，伊朗的这个外长出来讲话，他说这个我们不在任何的胁迫跟威逼下跟别人对话。那如果呢你们想要这个要想来谈判的话，你这个态度我们不接受。就基本上就是不理美国。对。那我觉得就美国像川普的话，他现在正是怎么讲呢？提身出世啊，也就是说他要展现那个美国伟大的力量的这个过程中，处处又受到这个怎么样挫折，尤其在俄乌战争中。居然还被过去的小弟泽伦斯基当面呛下。对，所以呢，他这个本来找伊朗出气，伊朗没理他，那就找伊朗的小弟也就是胡塞组织下手。而且他讲得非常的狠，他说你们如果不停止攻击这个红海通过船只的话，我让地狱的景象降临到你们国家，又变成那个地狱景象。他对这个伊朗不敢讲，可是对小一点国家，他都用这种方式威胁。最近都好像是这样，人家不理他就恐吓的。但是他说地狱景象，然后呢，美国的网友很多就上来，川普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吗？对啊，他到处都让人家不要打仗。结果呢？怎么搞得自己在对着平民开火？因为那个第一波的轰炸下去，死了31个。这个造成死亡31名，其中很多是妇孺跟儿童。那川普怎么搞的？对这个俄乌战场上的年轻人，充满这个慈悲之心，慈悲为怀。结果对胡塞组织用美国最新系的科技武器去屠杀那些平民呢？所以美国很多就是说在嘲笑川普，你根本是假的，你就是怎么样？你就是40减软的吃。那现在胡塞现在硬起来。我看结果是川普软下去，川普的问题就变成他遇强则弱，遇弱则强。现在大家都用这个强的方法对他，看他怎么办。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意想不到，现在连美国都很缺蛋哦。那是现在处处在求蛋，还跟欧洲去求就说拜托给我们进口蛋。可是欧洲现在跟美国不是很要好呢，所以就被拒绝了哟。那美国的这个到处找蛋变成他们的新日常啊。那欧洲是讲说我们也没有多的蛋也没有办法分给你哦。但是美国人很着急，在超市这边开始抢蛋我们来看看画面哦。在2月份的时候还传出说这个卡车载运了10万颗鸡蛋失窃案现在一蛋难求所以你看到连那个佛州都有民众举着标语，希望能够在自家后院养鸡。然后更不巧的是说，马上4月份不是要过复活节了嘛？现在他们都只能买塑胶蛋，或者是用石头花成蛋，连过个复活节都感觉不 happy 因为买不到蛋了呀。那他们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总是要过节日模拟蛋的效果，开始找一些替代方案平替。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卢
卢比奥讲说，现在美国可能在加征关税之后要开始展开贸易谈判呐。他说这是一个全球性的贸易战哦，不是只是针对加拿大、墨西哥或欧盟，是所有国家通通都要对等式的这个对等关税。那美加现在目前关系紧张哦，这个安大略省他们这个反正就是第2大城市。密西沙加市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在撤除所有看到美国国旗的地方，通通都拆掉，放上这个加拿大的国旗。那甚至为了要这个反制的这个愤怒在德国他们现在是把这个美国的一些相对应的，比方说可口可乐，我不喝，然后就开始喝自己本土的可乐品牌。所以这是欧洲也好，加拿大也好，开始各国已经在对于美国的反感在暴增用各种方式来做一个相对应的抵制。但是呢，川普这样子搞会不会打乱了这个美元的地位现在美股科技7巨头市值已经蒸发了2.7兆，而且美股杀还没杀完呢。现在恐怕还会面临到更大的跌幅，有2大这个预兆，就是现在目前呢，道琼指数跟这个道琼运输平均指数都是疲软的状况，显示出来不同领域都是看跌的讯号，包含了这个房地产的建筑商还有晶片制造业跟工业股都出现大幅下跌的一些状况出现。那再来我们看这个美国的财长贝森特讲，这个大家不要恐慌这个回调是正常的，但是还是不能够保证说不会陷入衰退，所以那个美国财长都不敢跟你这样子说了，更让大家信心又有一点下滑。那不过我们来对比一下，因为美国不是要打晶片战吗？现在大陆这边那靠自己，他们现在这个自制的 EUV 预定在今年的 Q3 来试产，可能会明年来进行量产华为他们也在测试这样子的这个 EUV， 就是晶片制造机那等于是突破瓶颈的关键一步。在2023年其实他们已经获得了相关的这个专利意味着他们已经这个有技术许可也有实际应用的可行性所以他们接下来他们测试的原型据称有更简单更小的设计，而且同时功耗更低制造成本更低，而且不止如此还有另外一个好消息是，华为又有新机啦。这个 Pura 现在又要推出一款新机了，那说还不只是手机余承东亲自这个带货，说是意想不到的产品，但又不只是手机，又引爆了大家的一个这个讨论潮在微博上面大家又开始在讨论到底是什么样的新机又要问世了呢？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这鸡蛋搞那么久，不从那个加拿大、墨西哥来进口，这个有很多复杂的原因第一个是检疫啦，美国有鸡蛋的法律标准，比如说有一些州，像加州，你不可以在笼子里面养，就这个叫做 catch free chicken， 就是鸡权是不是？鸡的权利。对，就是动物权利啦。这个美国有好几个州都是 catch free 大概有5-6个州那他就要查说你这个鸡有没有放在笼子里面养所以我们台湾的鸡大概都不合格这样。有的是距离太远那个距离远的就是巴西跟土耳其嘛这2家都是鸡蛋的大量生产国可是到美国那成本实在太高了。但我们台湾都可以买喷了我们是被逼的啦被逼的啦那我觉得主要就是它的法律还有检疫那还有它要的量它的量真的很大啦那这个当然就是去年冬季禽流感嘛禽流感很不幸不是只有你美国有，那个 BC 也有就是 British Columbia 所以照理讲比较容易补充这个份额的应该是墨西哥可是美国就是对墨西哥就是就是检疫啦他比较不相信你嘛那检疫就是流程很大因为我也刚去美国回来，那个鸡蛋真的一打12颗卖到11.99都有一粒鸡蛋要1块美金金鸡蛋的这是最贵的啦大部分都是7.99都很贵啦所以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我也想不出办法。美国就是没有超丝美国就是我跟你讲因为不是超丝的问题因为拜登要卸任了
就他干掉了1亿只鸡啊。哦，然后他那个时候并没有，坦白讲，川普刚上来也有点大意，因为蛋鸡的培植要布局的，你不可能突然之间有5、6千万只蛋鸡吧？对，所以那个是要分批，然后各地的产销要做一些规划。那我认为他就是因为他上任到现在才50几天嘛，然后那个卡洛琳啊，他就一直都怪拜登啊，拜登杀那么多鸡，禽流感啊，就是拜维拉。可是我跟你讲，他这个只要拖到100天，如果还没解决，他民调一定暴跌，因为你到时候就要负责任了，3个月说不通了啦，那现在基本的原因还是过去的那些原因，禽流感不得不扑杀，然后检疫比加拿大、墨西哥严格啊，那有些州还要 catch free， 不能再笼子鸡啊，所以就造成目前这个状况了，就是这样啊。尤其是加州台湾人一大堆啊，他们还是坚持啊 catch free， 不可以在笼子里面养。好，来问问介老师。这个 Rubio 现在真的变成乖乖牌啊，他这个真的变成川普的传声筒。通常一个人啊态度会变成这么好，这个俯首帖耳啊，就对自己的这个位置啊是比较没有信心。所以呢，就变成这个川普讲什么他都怎么样解释得非常清楚。那不过他这样解释对也是一个事实啊。其实这个贸易战它不是针对单一国家、单一对象，它是普遍性的。那这一次3月12号，就是前几天啊，这个川普宣布的对所有进口的钢跟铝加征25%的这个关税，3月10号生效。生效就立刻就变成怎么样？它会变成一个不是嘴巴讲的25%什么对等关税都目前还大部分停留在嘴巴上面。可是这个3月12号这东西一落实以后，那么加拿大跟欧盟强烈反应。那其实加拿大是这个钢铁25%、钢铝25%最大的受害者，因为加拿大有40%的钢材是外销到美国，所以这个对加拿大钢铁业是极大的打击。所以加拿大并没有选择屈服，当然之间双方大概进行了很多谈判了，可是加拿大立刻宣布对210亿美元的产品进行关税报复，所以这个回应的幅度也是非常的大。那美国就变成就是说，你这样子的话我还考虑要继续对加拿大来加征关税，可是美国就没有讲了，因为在这个之前3月10号之前安大略省的省长就是说加拿大的川普，这个在加拿大跟川普很像结果他突然宣布说，我们安大略省卖到你美国这些店我都要加税。对，结果呢，川普本来很火说那我就把你加拿大再增加25%，结果呢，川普6个小时以后就怎么样？就龟缩，就改口了。然后这一次加拿大210亿这个美元的报复呢，川普也不敢吭气，对加拿大硬不起来的感觉。有点硬不起来的感觉。那对欧盟来讲，虽然欧盟大概这个整个的这个美国的关税对欧盟的整个的钢铁业打击大概只有5%，欧盟只有5%的钢这个外销到美国，可是都是价格比较高的那就变成就是说也有受到损害。可是欧盟基本上它是讲究原则、讲究法律的，说你加我这25%什么理由？没有任何理由对，国际法不准允许所以这个欧盟的反应非常强烈，260亿欧元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个产品一共2000项的产品清单都出来了，全部给它加价。川普一看，哇，很火，你把我的 whisky 加50%是吧？那我就把你川普扬言要把这个欧盟的酒 wine 跟 liquor 是不一样，wine 就是葡萄酒类，还有什么呢 ？wine 跟这个香槟他说要增200%。可是欧盟现在不为所动，所以呢，现在就变成，可是欧盟的这个它的实施日期是4月1号，所以现在出来以后就看川普你是要低头还是不要低头。那川普现在的感觉是遇到怎么讲？遇到强硬的反抗他就低头，他第一个低头的就是泽连斯基
他现在已经不提什么矿产协议了。请问你再有听到矿产协议这4个字吗？没了，对不对？美国搞不到也就摸摸鼻子了。对，然后呢，我想这个说啊，就4月1号之前啊，看看啊，川普啊有没有什么新招。不过才2个国家，2个对象，现在川普已经看起来有点像纸老虎了。然后再加上美国国内的经济状况都不好，美国这个 Goldman Sachs 预测，原来美国的这个经济这个衰退的可能性15%，这样子撑到20%。然后呢，这个 JP Morgan， 然后从30%到40%，也就是今年美国会有经济衰退。所以这些指标啊，川普可以说我不在乎，我从来不看股票市场，我不太注重股票市场。可是他的行为已经显示出了，财政部长说这是排毒，这是排毒。哎，我有弹性，所以呢，我们就看川普有多有弹性，证明你就是只纸老虎吧。好，赖老师。会成为美国盟友的，一般有2个依赖，一个是在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保护，另外一个是在经济贸易上依赖美国的市场，所以很大的一部分都是跟美国贸易比较大的，更多的是对美国有贸易顺差的这些国家，它通常都会成为美国的盟友会比较听美国的话，因为一方面赚美国人的钱，二方面按美国人保护他，所以他基本上如果2择1或是中间有符合一项的话，他基本上就会听美国的。现在的情况是，川普认为说，一直赚我美国人钱的也就是对我有贸易这个顺差的国家，就是偷了我美国人的钱，所以你要把钱吐给我还给我，所以他因为基于这个哲学他就把他的这个贸易战就打开了。这一打呢，我们看到大部分的国家就是跟美国的盟国的这些国家，他们就哀鸿遍地了嘛。那对大陆来说的话大陆在安全上不依赖美国，但是在贸易上，在过去跟美国，它是一个贸易的顺差国，美国是比较大的市场。可是他认为美国你这样的一个要求是不合理的因为这个贸易不是我偷了你的钱，那么这个是平衡之间的问题嘛。那我要你的科技产品你不卖，然后我的产品你要，那这样的话，如果你愿意卖那些科技产品给我，那这个顺差跟逆差的问题就解决了。可是美国他不讲理的时候，大陆就跟他针锋相对。为什么？因为不是盟国彼此之间针锋相对打了6年多。可是现在川普第2任上来了以后，他的贸易战针对的比较多的都是他的盟国，他的盟国就方式就不一样了，有的要起来跟他对抗，像加拿大，先求饶求不成，那干脆就恼羞成怒了，就我就跟你硬干。然后这个墨西哥、英国呢就闷不吭声，到底要不要反作用力，要不要反弹也不知道。欧盟说我要反弹，但法国现在又软了，法国的总理说哎不要啦这个他的关税都针对我，又是烈酒又是葡萄酒，课200%的税，这个不合理，这个已经你欧盟不可以这样做。刚开始法国是支持欧盟这样做的，结果当这个川普说我就是对你的红酒对你的烈酒课200%的时候，你看那个法国的总理马上从支持欧盟到反对欧盟，这就是欧洲人西方人。好，那日本呢韩国呢就是不吭声了，但问题就在于苦不堪言了。台湾现在闷不吭声，一句话都不敢讲。可是对于卢比奥来说的话，他就开始放出讯息了。在昨天他就说我们可以个别谈因为我的第2波就在4月2号要推出来了。我4月2号推出来，那扩及面打击面就更大了。那打击面更大，因为我是针对于所有的商品，所以你们个别国家来跟我谈，那就是怎么样各个击破了。他避免这些国家那么都团结起来就跟你美国人干到底，他要开始采用各个击破。我们来看看哪一些国家是软脚虾软脚虾就是被你美国课关税，然后呢你本身还倒贴，那种国家就是软脚虾而不敢起来跟美国直接对抗的。我们来看一看日本呢韩国呢会不会是软脚虾？
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稍后加入我们，来关注现在目前菲律宾看起来已经是要爆发内战了吗？那在达沃市非常多这个杜特地的支持者，因为过去杜特地在这边担任了20多年的市长嘛，所以现在支持者走上街头希望杜特地能够回国。那他们这个大本营这边发布了声明说，如果杜特地在海牙的法庭遭遇不测，将要屠杀马可仕家族，甚至攻击美国在菲律宾的所有基地，数千人在达沃市游行我们直接来看一下这个画面，大概这个好几万人啦，你其实不光是数千人好几万人上街头，然后特别是在这个市中心这边有数千人那这个达沃市建市88周年的庆典变成了一场大规模的示威活动，人非常的多，整个黑压压一片的这个街道人流而且发出了轰隆隆的响声很多这个支持者还鸣笛那高呼着杜特地以及把杜特地带回家这样子的愤怒这个已经是盖都盖不住了。所以我们看这个目前达沃市的市长，也就是杜特地的儿子他就说这个马可仕总统你永远不会被爱戴甚至还讲说这个混蛋也许是忘了我们帮他做到现在这一个位置。那人群在底下还有低声呼喊说要马可仕辞职，我们来听一下。好，看到这些人群挥舞着这菲律宾的国旗甚至挥舞着拳头就是还有这种说要爆发战争的呐喊所以看起来这两派就支持杜特地这一派已经是正面杠上了目前的这个菲律宾总统马可仕了。那再来我们看到了这个杜特地的国际刑事法院的审判现在目前定下审判日是在9月23号，那会来举行这个确认指控的听证会，到时候法官会确认是否有足够的证据进行全面审判控方跟辩方到时候都会提出辩论。那杜特地到时候可以就针对自己的罪行进行申辩，如果指控不成立的话，他就会当庭释放那这个在此之前，杜特地或许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身体因素来申请保释回家，这个对杜特地家族来说算是一个好消息那半年之后才开庭嘛，现在目前杜特地在开始做一些布置前置作业因为他第一次的庭审只是走流程所以呢他就有预感自己可能很难再回到国内但是呢在审判结束这个与这个女儿莎拉见面的时候，他给了女儿2条指示，第一条就是要莎拉立刻马上回国，不要再跟 ICC 耗着浪费时间，第2条就是永远不要离开菲律宾也就是说正面跟这个马可仕家族对抗。那我们看到这个莎拉杜特地他也有对此有所回应，我们来听一下。He told me to go back immediately to the Philippines, and I told him that yes, I understand that. I know what my duties are to the country, but I told him I'll just set up the legal team and wait for a relative to come so that I can go home immediately. My foremost duty is to God, country, and the Filipino family. 好，借由这样子杜特地的事件其实你看到这个顺利把这个势头造起来也让这个莎拉杜特地的等于说支持度暴增那这个菲律宾知名的律师就告诉凤凰卫视的记者说，相信莎拉杜特地应该可以赢得下一场的这个总统大选菲律宾将会迎来第一位女总统，但是呢这个恐怕先要挺过弹劾这一关啦。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小马可仕跟这个杜特地家族这样子逮捕杜特地到底后面有没有美国撑腰呢？菲律宾跟美国呢，他们其实共享这个军事情报，在去年的11月22号，当时是说要促进印太地区的操作跟互通性。那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表示呢，就是接下来他们可以透过资讯共享来帮助菲律宾的空军建立这个空域感知能力，对抗某大国。那这个是在小马可仕把杜特地押送到这个
海牙国际法庭前后，美国做的表态哦，是不是要给小马可仕撑腰呢？那如果美国后续的支持不足，小马可仕可能会面临到这个亲美路线的反噬哦，就是你这个表态的那么明显，恐怕他自己的下场也未必是好的。那再来，这个美国西方也看不惯杜特地，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不听话，就是他们不听话，所以要给你找茬啊，常常会有3不5时有这种事情发生。从2016担任总统之后呢，杜特地就刻意跟美国保持距离，而且呢，主动的加强跟中国大陆还有俄罗斯的交往。那所以他在外交考量上面是针对菲律宾的国家利益。那美国当然不乐意啊，你不听我的话，你不配合我去在那边挑衅中国大陆，是不是对于美国来说，你这个角色，就是恐怕就是要启动这种绞肉机啊。所以美国多次谴责菲律宾的扫毒行动。2017年的时候，纽时也有刊登啊，就说要阻止杜特地的杀戮啊。所以看起来美国一直对杜特地有些意见。那这个现在这个杜特地所在的居留地点，就是当年关押南联盟总统的同一个地方。但美国长期在操控国际刑事法院啊，把不听话的政敌就是打压。那南联盟的总统呢，当时呢，甚至是在这个牢中病逝的。那杜特地这一回在其中，难道也想要被这个美国也想要如法炮制吗？好，这个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怎么看？那南斯拉夫联盟那个完全不一样啊，那个是战争而且还涉及种族灭绝屠杀，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事啊。杜特地这个是，他也不是直接的刑事罪，他是要反毒嘛，然后就授权让警察可以开枪，那当然也包括警察雇佣一间民间人士协助执法，那也都开了枪啊，那总共受害者至少是6500人啊，那这个是个别警察造成的，又不杜特地下令做屠杀、集中、消灭那我觉得中国大陆有提到一个点，我认为有发生作用。中国大陆说这个要尊重补充性的管辖原则，就是说，除非是所涉国家无法处理，那来到菲律宾，你要说我自己没有办法审判杜特地吗？你应该在菲律宾当地的法院来审理才对嘛，对不对？你菲律宾好歹也是主权国家，现在也是小马可仕执政，而且如果不是小马可仕让菲律宾的警方提供资料给 ICC， 他们也不可能逮捕你啊。所以表示菲律宾的警方是有资料的，所以你既然有资料，为什么一定要 ICC 来办？你菲律宾自己也有法院体系啊，这个你应该自己国家来办吧？你隔壁那个国家韩国，你不然请教韩国嘛？韩国是逮捕判刑总统的专业户啊，不是吗？所以你去问一下韩国怎么办的嘛？你只要如果照他那个逻辑那难道韩国的这个司法案件，那个国际刑事法院要介入吗？不能这样啊！我觉得国际刑事法院大概知道自己理亏了。你可以凌驾主权国家之上什么案子你才能办啊？不然全世界你都可以抓啊，有这种事啊。然后比较大尾的我不敢抓比如说普京比如说纳坦雅胡，因为这两个太大尾了，我不敢抓。哪有人这样搞的啊？你这样搞到自己到最后什么信用都没有。所以我认为他第一个要确认菲律宾的司法单位要不要接手，我认为很可能会往这个方向走。那杜特地如果最后国际刑事法院决定让菲律宾自己的司法系统处理沙拉杜特地就赢爆了。我跟你讲，这个迫害的太明显了。对，我觉得这个，因为国际刑事法院说他即使要判也要9月嘛。我认为不太可能由国际刑事法院来处理了。因为你这样子，你扩权太过了啦。对。因为菲律宾人家毕竟有完整的司法体系，又是主权国家，而且现在又是反对杜特地的总统在执政了。小马可仕，你如果不能够自己来做这个司法审判，你自己也很丢脸你怎么可以这样干呢？对不对？
这个就好比韩国啊，韩国他当然要证明我的司法是可以处理尹锡悦的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整个发展看起来是对杜特地比较有利了。好，来请教介老师。我觉得这个案子真的就跟那个郭人讲的一样，就是对杜特地有利。因为小马可仕事实上话，现在这个小马可仕家属讲了，他说当初是我们讲好的，对，我们支持你，可是你这个案子你是不追诉的。小马可仕家属，他这个杜特地的他们家族这样讲出来了，而且呢，这个小马可仕在上任的前2年，他都是持一个立场，他说这个国际刑事法庭没有权利干涉这个案子，对，他这个是对我们菲律宾的主权及尊严的一种侵犯，对他讲得非常清楚，而连续2次公开讲，对，而且在他任内，因为2019杜特地任内他们退出了国际刑事法庭，就是因为他们这个在调查杜特地这个案子，杜特地就退出了国际刑事法庭。那事实上菲律宾就应该不受国际刑事法庭的管辖，可是国际刑事法庭他主张说，我们虽然你现在退出了，可是你在成为我们会员的这一段期间，也就是说，比如说你是2010年加入，你在2019年2016加入，16加入，19退出，19退出，这3年期间你所有的发生的事，我还是有管辖权，虽然现在时间已经过了，这是有争议的，这是有争议的。所以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小马可仕他在他的任内到现在他也没有加入到国际刑事法院，对不对？菲律宾理应不受这个，是不是应该受到国际刑事法院管辖？这是有争议的，对。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这个刚刚郭元讲的就是说这个补充原则国际法基本上它不会侵犯于国家的国内的法律，所以它有一个原则，它在执行、它在生效的时候都是一定要你要穷尽你国内的司法救济程序，对不对？这个叫英文叫 exhaust 就是用尽，你用尽了你应该有的司法程序，如果不管用的话，那我们才接手。所以它这个基本上，它现在菲律宾法院有没有管？没有管。菲律宾法院都不管的事情，国际法院管什么？对啊，请问一下，这有这个道理吗？菲律宾现在已经是乱局吗？还是它是一个为邦？它没有法律，对不对？它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司法制度。菲律宾的司法制度很完整啊，为什么他犯了罪？你们认为他犯了罪，你小马可仕认为犯了罪，你菲律宾一部分认为他犯了罪，那你就用菲律宾的法律来先对他进行什么？这个追诉嘛，你都没有用，你就直接搞到国际法庭了，那这个不天下大乱？对，那我们今天是交税是交给国际法庭呢，还是交给我们国内的政府呢？对不对？这个国际法跟国内法之间的分际是非常清楚的，不是这样你可以乱搞的。所以小马可仕非常狡猾，他说我是应国际刑警组织对我的要求，国际刑警组织基本上你菲律宾是一定要把人家这样引渡吗？他这个犯罪基本上你国内有认定吗？你是国内认定了，或者他国认定了，你才有这个引渡的这个必要。更何况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保护自己国家公民的权利。通常是外国的逃犯跑到我们这边来了以后，然后人家要求引渡，我们把他引渡出去的，哪有说把自己国民引渡出去给人去管的？这个就跟沙拉杜特地讲得非常清楚，他说这个政府放弃自己的公民，政府要保障自己的公民，然后呢给自己公民一个正义。他说这个不是正义，这根本是压迫跟迫害。那这一个行为，马可仕是背叛了我们菲律宾的主权跟国家尊严。对，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案子就是说。真的从法理从一个政府应该扮演角度，马可仕是绝对是站不住脚的。对，而且呢，他前后不一，前面说没有这个违反我们，那你后来为什么要做？所以他从来不敢讲我是应国际人权法庭，他就很狡猾的说我是应国际刑警组织。所以这种总统就是说借刀杀人，然后呢前后不一，反复用国际组织来怎么样残害国内的政敌我觉得国际上真的少见。你像韩国斗成这个样子，人家要这样干嘛？对不对？没有一个国家这样干。所以菲律宾这个国家如果乱起来的话，马可仕要负最大责任。好，
来问赖老师。国家主权的原则的神圣性、绝对性、不可超越性，这是一个国际法的一个规范。联合国就有2个机构有这个超越的一个实际上的制裁的能力，一个就是 WTO， 但是 WTO 也要经过很复杂的一段的程序，最后有个仲裁，然后才有一个决定。那另外一个那就是安理会了，其他的没有，任何都没有。不管是联合国的这个海洋法公约，不管是国际刑事法院，都没有办法超越一个国家的主权。这个原则是非常的明白，也很清楚。杜特地他在当总统的时间内，他的这个打击毒贩的行为有没有违法？有没有违菲律宾的法律？是没有违法的。那是 NGO 自己擅自当然是在 USAID 的支持下，由于杜特地是不理会这个特朗普，就是川普当初对他的要求，说要站在美国这边去遏制中国的发展，他不理会，得罪了美国。然后拜登上来以后又得罪了拜登，所以他基本上是得罪了2位的一个总统。那这样的一个得罪2位总统的一个杜特地，当然美国他就动用他的这个 NGO 的一个力量，然后到国际刑事法院提出诉讼。再强调他没有违反菲律宾的法律，而国际刑事法院没有这个管辖权，没有这个管辖权，可是却被利用成为一个工具，来对于这一位这个菲律宾的前总统要实施超越一个国家主权的管辖权。而当时的小马可仕也说得很明白，你没有管辖权，他没有违法，所以我不会配合你。怎么会改口呢？从没有违法到变成违法，然后还把自己的国民逮捕，然后把他移送到这个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事法院本来就不应该处理，那国际刑事法院现在甘当做小马可仕的一个清理这个政治异己的工具，自我堕落。我们在上礼拜已经强调很多遍了，一个国际刑事法院自我堕落到这个程度，因为每个人眼睛都在看。你敢对一个卸任的一个国家的元首，他没有违反自己国家的法律，你把他去逮捕，要起诉他，那你对内塔尼亚胡的这种杀了明明白白的杀了4万多的老弱妇孺，结果你却不敢动他，他跑到美国去，美国也没有把他移送出去，然后你却不敢动他，而美国的大兵在阿富汗屠村。还有这个澳大利亚的大兵在阿富汗屠村，这个都有证据可凿，而你却宣判那个大兵这个违反这个国际刑事法，结果你的法官被仲裁，被美国惩罚制裁，然后你今天不敢怎么样？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国际刑事法院变成菲律宾的一个打手，坦白说，菲律宾人愤怒那是很合理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菲律宾人的愤怒，我觉得它会燃烧到美国的军事基地。美国跟菲律宾的小马可仕这样的联手，我觉得他们最后可能会被自己的民众所吞噬。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